今年的暑假真的是一个很忙碌的假期，而且正逢与老婆大人的结婚10周年纪念日，所以这次就安排出国来度个小假。由于是暑假档，一般费用都是比较高，因此早在几个月前就把机票跟酒店都订好了。所以这次的开销，我是觉得还蛮便宜的。这样粗略算下来，一个人居然只有花到，真的是感恩老婆，赞叹老婆。那先卖个关子，等影片后面再来说明。今天也刚好巧遇到韩星来高雄，看到很多年轻粉丝来接机，不过没特别注意是谁就是了。真的是暑假威力大爆发，就算下午来也是爆满，也能看到很多都是学生样貌的旅客。再看看我们这次出国的费用，只能说国旅真的有加强的空间了。不过我们这次搭乘的是澳门航空班次，有着网络风评完全2极化的评价，加上最著名的临时调整状况的航班问题，只能说这次澳门航空的初体验，看是不是有如传闻中一样的夸张呢？坐起来硬体设施还可以，座位也够宽，比较起一般联航，我坐起来还算是舒适。但起航的时候就真的是状况连连，表定起飞的时间虽然到了，但一直等约30分钟后才从转道跑道准备起飞。回程时更夸张，起飞时间一到就已经在天空了。高雄到澳门的飞行时间不长，但一样有飞机餐，虽然卖相不佳，不过还算是好吃。只是饮料就只有瓶装水而已。但是看在来回机票算是很便宜的份上，价格硬是比其他航空公司还便宜个1-2千元。而且凭登机证，可以在酒店拿很多伴手礼，所以下次还有来澳门玩的话，应该还会选择间。那入境澳门机场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一点，就很单纯提供酒店跟大众运输的转乘，相关的餐饮跟免税店都很少。澳门的轻轨系统于2019年开始营运，目前共有3条路线可以搭乘。如果不是以酒店观光为目的的游客，搭轻轨玩也是一种不错的交通方式。售票机操作界面有繁体中文，很容易上手。如果是像我们有先订好酒店入住，机场旁边就有酒店接驳车的服务。以各大酒店接驳车为主的专区，声势相当的浩大，车班也算是可以，20分到30分左右就有一台车。而且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这段时间都有。不过其实各大酒店的距离也不算是很远，用散步的方式其实都可以逛到。影片内也会有相关的行程给各位观众参考。那我们这次是入住澳门银河系列的酒店百老汇，是在澳门银河度假城的9大酒店其中之一，算是当中价格比较平价的选择。那虽然住宿价格有差，但在这个度假城里的游乐设施都能使用，是当中 CP 值算还蛮高的酒店。其中主打的就是有总面积超过75000平方米的天浪桃园，拥有全球最长的575米空中飘飘河，跟8000平方米的空中冲浪池，以及150米的人工白沙滩，住客都是免费使用。那如果喜欢这类型影片，也别忘了按赞跟订阅。门口有通往各地的交通时刻表，路过时可以拍一张留底，对行程还蛮有帮助的。这边总共分为2个大堂，跟好几处小入口，一个是水晶大堂，对角另一边则是钻石大堂。从接驳车这处下车，是以水晶大堂为主。2处的大堂都有极其浮夸的装置艺术，也会有定时的灯光表演，非常的华丽。而这只是这众多的酒店中其中的一环而已。来澳门玩的3天，真的刷新我对华丽的认知。这度假城总面积超过110万平方米的惊人数字，当中就以综艺馆为中心点，形成一个大圈。在这里共有超过上百间店家跟9间大型酒店，另外还有前面提到的天浪桃园，跟可以容纳高达16000人的综艺馆，说是度假城一点也不为过。店家的密集度会让你想要用放大镜来找。如果要去的地点刚好在对角，就要走非常远的距离。但走综艺馆里面切西瓜的路线就会快很多，只是综艺馆不能带小朋友跟行李箱进入，所以我们是从水晶大堂足足走快20分钟，才到百老汇酒店。这百老汇酒店算是在度假城的最外侧，于2015年5月27日开幕，内容以百老汇剧院作为主题的酒店，
最近又在2024年做过一次整修，所以比较起来算是满新又价格平价的酒店。内部还设有约2500个座位的百老汇舞台，许多的国外表演跟展场秀都会在这里演出。如果不是追求极致的住宿体验，其实选这间就非常足够了。只是有个缺点，就是很难找，酒店位置很里面。我们当天到了之后，在东绕西找20分钟才找到。这边怕你找不到前往天浪桃园的路，还会制作贴心小卡让你参考。那我们就先办理入住，等等再来逛其他地方。这百老汇饭店共有314间客房，其中有个卖点就是可以180度饱览珠江三角洲。我们这次入住是一般客房，那就来看看有什么特别之处吧。整体的房间空间并不算大，但旁边有可以与其他房间相通的内门。如果是大家庭客入住，或许可以一次选2间，用这样的房型来交流吧。我们这次是2大1小，所以这种双人床还可以。房间内的硬体设施不算多，但有基本的桌椅，只是这窗景没有想象中的壮丽就是了。那也很可惜，浴室没有浴缸可以泡澡，所以非常喜欢逛完街要泡个澡的观众，可能要多参考其他种房型了。冰箱有提供汽水类的饮品，是免费不用再加价。那入住的时候有登记是庆祝纪念日而来，所以酒店还有准备一些小礼品。我一开始还以为是香槟，后来才知道是气泡水。百老汇酒店的楼下就有美食街了，要就近用餐也挺方便的。但由于地点较为偏僻，这边的人潮有点少，加上等等有另外的逛街行程，所以就不在这边用餐了。这边简单拍个街景，让各位观众参考一下。算下来也有几十家餐饮，除了中西式套餐以外，也有日式拉面。但澳门的餐饮物价是很吓人的，简餐类基本都是澳门币98元起跳，换算成台币约400元左右。那于是我们走回来度假城中的亚洲美食坊，虽然价格也是差不多，但提供的组合多了一点，真的吃不习惯。里面也有麦当劳可以选择，只是最基本的组合也要58元澳门币起跳。来澳门玩，最大的开销应该就是在吃的上面，反而在交通的开销并不大。如果是入住酒店，有很多接驳车可以通往各地，而且全部都是免费搭乘。另外前面提到，凭登机证可以在度假城来寻宝，像这个华嫂冰室的菠萝包，1张换1份，味道也相当的不错。还有许多餐饮优惠券跟综艺场饮品兑换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参考看看。只是澳门的天气真的是说变就变，明明万里无云，却下起了超大雨势，看来只能提早回酒店休息了。早上的窗景就明亮了许多，但这安景的水色却是土黄色，实在有点难以理解这景色为什么会被称赞。虽然是已经早上8、9点了，但能感觉到这一区的活动还没开始，连通往水晶大堂的接驳车都还没开始运行。那没办法了，只能再步行回到大堂那边。这边的精品店虽然不是24小时营运，但灯光是不会关闭，就跟一座不夜城一样的绚丽。澳门是由澳门本岛、荡仔、哈路环3大区域组成，而我们入住的酒店是在澳门入荡城这区，所以要通往各地用巴士是比较方便的。像今天的行程主要就是在本岛游玩，另外巴士不提供站位，时间到了就出发。只是今天老天看起来还是不太赏脸，看能够玩多少就算多少吧。澳门这边有许多条大桥通往各地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港珠澳大桥，为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，是世界跨海距离最长的桥隧组合公路。以前看港剧，以为都是要坐船才能来往两地，有了这条大桥后，港澳来往的交通就更方便了。从酒店到本岛的车程也不远，不到半小时就能抵达，沿途还能看到不少极具特色的酒店。那就这样慢慢的一路逛过去吧。不知道原因为何，澳门酒店很喜欢用欧洲风，从伦敦人酒店到巴黎人，再到威尼斯人，加上这个凯旋门酒店，真的是要将欧洲著名景点完全复刻过来。但早期的澳门博彩业也很单纯，主要是由中国内地移居澳门的建筑工人跟码头工人及用户所带动，其历史甚至是可以追溯至16世纪。直到澳葡政府于1847年起开始，首次正式把澳门博彩业合法化，
到了19世纪后期，博彩业渐趋发达，赌响成了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，从此澳门才开始以博彩在世界闻名。话虽如此，当地还是保留很多传统文化，随处都可以看到门口有这种文化产物，就好比日本的石敢当保佑平安一样，当地的店家跟住户门口都会供奉土地财神，是当地相当特别的文化之一。上次去香港玩，还看不到那么密集的机车数量，虽然跟台湾比还是9牛1毛，不过还是看得出来很多都还是以油车为主。电车的部分，澳门政府也在持续推动中。那走约20分钟后，终于来到第一个景点——澳门渔人码头。这样一路散步过来，渔人码头这里，其实让我比较惊讶的是澳门交通环境的不同。除了有很明确的红绿灯交通号志以外的路段，一般车辆行驶速度普遍都不快，甚至目测时速不到40公里。然后很多没红绿灯的路口，看到行人真的会停，而且也不是急刹那种，是远远看到有人在路口，车速就会越来越慢，然后让行人先过。这要培养多久的交通习惯才能养成啊？好了，题外话太多了，先来聊聊这渔人码头吧。是澳门首个主题文化创意娱乐旅游综合体，在一开始推出的时候是参考各国的景点设计，不过最令人为之的就是这个古罗马竞技场，也是许多游客来澳门必打卡的景点之一。场地中间还有一个古罗马表演场，是可以容纳2000人座位的表演舞台，但一般时间是没有开放给民众进入参观的。虽然说是渔人码头，但实际的景点是在别处。现在这个时间点，游客也并不多，主要都是为了古罗马竞技场而来逛逛的，跟其他的景点并没有太大的连结性。这边也给各位观众参考一下。结束完古罗马竞技场之行后，又回到搭车处，只是远方天空那黑到不行的乌云，看来下午行程是很难继续了。果不其然，马上又下起了超大雨，原本预计大三坝牌坊的行程要被迫停止了。那不幸的大幸就是我们在雨势开始的时候，就先到了美高梅广场了。这边除了有娱乐城以外，还有一个博物馆，可以打发一点等待雨停的时间。最重要的是，这边娱乐城提供的免费餐饮非常的不错，饮品还是珍珠奶茶。有路过这美高梅这里，就进去拿一杯来喝吧。美高梅的旁边就是永利酒店了。雨势稍缓后，我们就到这边来等表演，然后才发现现在已经发布1号风球了。难怪今天的雨势来得又急又快，看来接下来的行程又要调整了。永利黄金树正式名称为吉祥树，主体由高11米、近10万块纯金与黄铜叶子组成，并搭配12生肖天幕与音乐灯光秀。不过实际表演是从地底升起来时有动态展示，其他时间就是单纯静态展览而已。今天运气不错，还有赶上最佳的时间点。这边也用个片段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一起来讨个吉祥，祝大家万事如意，事事平安。那表演时间为每日中午12点至晚上10点，基本上1个小时表演一次。不过实际以现场公告为主，地点就在银行免费接驳站对面的永利酒店，可以就近前来欣赏这璀璨华丽的展示。那天气依旧不稳定，就提前回到酒店用餐。下午的行程就先以酒店设施为主。那酒店的餐饮，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翠华这间，在度假城的店面是营业24小时，有专属的座位区，用餐非常的方便。餐饮选项也很多，价格虽然差没多少，但是简餐分量还算足够，是可以填饱肚子的。在百老汇酒店1楼也有一间翠华，但那间就不是全天候营运就是了。用完餐来到天浪桃园一看，结果是暂停开放，不过不是单纯下雨的原因，是因为有打雷才禁止。那没关系，天浪桃园旁边就是同乐坊了，虽然是专属儿童游玩的场地，里面也是有给大人休息的场地空间，不过1天限定只有2小时可以游玩，于是会另外加收费用。这个儿童手工 DIY 活动要提早预约，我们是预约最后1天早上来体验。除了餐饮的 DIY 活动以外，这边还有其他活动，电视墙上都会有相关的资讯，不过有一些是需要提早预约才有。
这边就要请各位观众自行查询了。整体而言，游戏室的空间还蛮大的，基本上有分电玩区、幼童区跟电影室这几种。场地中间则是一些体能活动设施，可以让小朋友好好的放个电。场地的另一处则有很多懒人沙发，可以看到成堆的家长在那边打瞌睡。最后就是这个电影区了，里面以儿童电影为主，还会有相关服务人员在这里用爆米花，真的是非常的舒适。如果对儿童游戏室没兴趣的游客，也可以趁这个时间点来逛逛整个度假城。光是逛外围一圈，可能都要走上1个小时了，更别提里面还有娱乐城可以玩。在逛的同时，也别忘了来钻石大堂踩个点，一起来欣赏这个也是极其浮夸的展演。那把酒店的设施都玩到告一段落后，还是想来逛一下其他酒店。今天就把好运留给天气，而不是娱乐城。虽然天气很阴，就赌它不会再下雨。首先就是从澳门银河先走到鹿荡城金光大道，路程约走15分钟而已。这一条路挤满各大酒店的招牌之作，说是澳门赌场的门面也不为过。那我们第一站就是前往永利皇宫的缆车设施，这边的缆车体验是完全免费的，不是住客也能游玩，也是许多旅客必来之处。附近有轻轨设施，交通相对是方便许多。永利皇宫最具代表性的话题就是这座高达28米的冷气缆车环湖设施体验，加上湖景水舞灯光秀相辅相成，是整个澳门酒店中少数能够搭乘的展演，因此非常热门，没办法提前预约，只能现场排队。开放时间为每天下午4点至晚上10点，周5、周6延长至凌晨12点。缆车一圈约8分钟，每台最多6人，是个花时间排队也值得的设施。只是1号风球的余威未减，虽然无风无雨，但酒店依然以安全为主，暂停开放，真的是非常的可惜。那也只能靠水舞灯光秀来过干瘾了。说到这个，来永利皇宫时会路过星豪天地，其中有一个水千舞的收费表演，非常的精彩，被众多媒体形容成一生必看的水上汇演。只是小朋友还太小，看不懂表演就没安排了。这边也给各位观众参考看看。那看完水舞表演，就正式进入鹿荡城金光大道。如果各位观众时间安排来得妥当的话，美姿美高美有空中海洋兽的免费表演，每日下午1点、3点、5点到7点都有演出。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7点了，所以也就无缘参观。继续往前走一小段路，就能看到伦敦人的指标大笨钟，是按英国伦敦原建筑物1:1等比例建造，足足有高达96米的著名地标。遇到每日整点时，还会有敲钟声。不过想要将全景拍进照片里的话，这座大笨钟的最佳取景点，反而是在对面的酒店，就很尴尬了。再来伦敦人另一个知名表演就是这灯光秀，只有夜间限定展演，每晚18点30分至23点30分，每小时逢30分钟上演一次，在长达400米、高40米的宏伟外墙上，透过灯光投射出黑色计程车、双层巴士及皇家马车等英伦元素，搭配音乐，说是整个澳门最大最华丽的表演也不为过。另外内部还有皇家卫兵交接表演秀，但因表演时间没对到，所以就没进去参观。有兴趣的观众再自行查询吧。这边用个小片段给各位观众体验一下，400公尺的距离太长了，只能取到部分景色。那接下来就是前往对面的巴黎人酒店，以1/2的比例复刻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，也是这金光大道中与大笨钟齐名的指标之一。那特别之处是不只有灯光表演，内部还有开放可以上去铁塔的体验，有7楼免费观景台跟37楼付费观景台，这2种方式给游客选择体验。那另一边就是有迪士尼主题的星豪影会，另外也是在澳门最大的水上乐园设施，但是连房客也要另外收费的。所以老婆大人一开始安排的时候就没有先考虑这间，而是优先选择澳门银河，一样有水上设施，
可以让小孩放电的天浪桃园。那走到后面真的走累了，就坐计程车回酒店。来澳门唯一让我感到便宜的就是这车资，从巴黎人坐回酒店才只要台币150而已。好好的睡一晚后，早餐在百老汇的自助吧解决。说真的，一般都会觉得酒店的餐饮会比较贵，但这几天实际体验下来后，反而是酒店的菜色最丰富也相对平价。像这样吃到饱，大人是115元加1成，还能吃到中午11点半，根本是可以当成早午餐来吃了。我们是刻意选在9点左右来吃，吃完后直接退房，然后在大厅寄放行李。接着就是去同乐坊体验儿童手作 DIY， 再到天浪桃园玩一下午，最后搭晚上的飞机回高雄，完美结束在澳门3天2夜的行程。一路上的行程有点匆忙，都没吃到蛋挞，这里也可以吃几个来吃点餐。办理完退房后，寄放行李的位置是在1楼，而不是2楼的服务前台。不过不想来回走那么远，度假城也有寄放处，可以暂放行李。百老汇1楼这边有简易的休息区，位置虽然不大，但还蛮舒适的。很多住客都会在这里补充一下能量，有提供很多饮品跟小点心可以享用。在下午特定时段里，还会有烤面包当下午茶。如果有来住百老汇的观众，也别忘了来尝个鲜。那百老汇酒店这边也要告一段落，接下来就是体验设施部分了。儿童手作 DIY 因为要准备食材，所以一定要提早预约，临时想要加入是没办法。由于场地受限的关系，名额也不多，但很少人知道的缘故，相对的体验人数也不多。那体验时间也是会算在每日2小时里，所以结束后是可以再到游乐区玩，但时间是没有另外再计算的。整个流程大概在40分钟左右，比较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来体验。这边也给想要亲子游的观众参考一下。这次的体验活动是做造型松饼，看材料有多少就能做几份。那经过小朋友的努力之下，这造型松饼终于完成了。想不到在女儿7岁时就能吃到她做的料理，真的是感动万分啊！那享用完小朋友做的大餐后，趁天气还晴朗时，赶快带小朋友来玩水，从同乐坊旁边就可以进入。如果是已经退房的旅客，要在2点前进场登记。虽然说是度假城内各大酒店共用的玩水设施，但里面还是有很多个饭店的独立泳池，包含一些包厢式的服务，都是要专属该酒店住客才能使用。基本是只有飘飘汉跟沙滩区是共用的，沙滩的座位区不会有特定保留位，可以一开园就过来选位置。只是看到这个公告就有点郁闷，原本以为这次来刚好可以遇到开放，可惜7月来的时候施工还没结束，目前也只能远远眺望一下这座同乐岛了。那天浪桃园的开放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8点，中间没有清场时间，但相对的里面禁止饮食，所以进场时间选择下午2点来刚刚好，玩到6点左右再到度假城来吃晚餐。那如果是不能玩水的长辈，也可以到里面走走。除了玩水设施以外，这边另外有提供花园让住客来放松散步，也适合一些中高年龄的长辈来散心。从沙滩到飘飘河的设施有一段距离要走，这边强烈建议一定要带一双沙滩鞋来走。阳光曝晒下，这段石板路是非常的烫。整个飘飘河长达近600公尺长，所以场地随处都可以看到飘飘河的河道，宛如一条巨龙盘踞在这个人工山景中。那层在河道的强化玻璃透明度很高，可以很清楚看到从河道戏水而行的人，在上面戏水的人也能看到河道下面的景观，使得整体的游玩观感提升了不少层次。水岸各处都有水枪，可以跟来玩水的人互动。河道途中还有许多的设施来增加趣味度。整体而言，这条全球最长的飘飘河，虽然说不上刺激，但游玩性也是非常十足，而且游玩无限制时间，想玩多久就玩多久。另外还有冲天激流水上溜滑梯，有绿色、紫色、橙色3条滑道隐藏在石洞内，高达9米的滑水天梯可以体验。那因为小朋友不敢玩，就不特别过去拍摄了。这边就请各位观众跟我们一起来尝水上之旅，也顺便聊聊这次澳门3天2夜的感受。
首先，先谈到澳门天气的多变化，只能说是晴时对应偶阵雨的情况很多。明明大太阳的好天气，一转眼就下起大雨。像我们这次行程很多都是因为大雨而变动。原本是预计第一天下午就要逛金光大道，跟第二天要逛大三巴等知名景点，都因为突来的雨势而打消行程。所幸雨势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后面的行程才接得上。但话虽如此，还是有好几个点没踩到。不过没关系，已经做好下次要再来的计划了。也应该是会再入住这间酒店，尤其是这个飘飘河，是真的值得再来玩一趟。那这边也来讲讲这次的开销是多少价格。先讲机票的部分，因为从几个月前就订好了，所以2大1小的机票只要14000多，换算成每个人的来回机票，不用5000就买到了。连高雄到台北的高铁票来回都要3000元了。这个价格是真的很便宜，不过机票真的是比股市还要跳动，早中晚看的价格都不一样，价差还很大。想要买到便宜的机票，真的还是要花点功夫。这边还是要再次感谢老婆大人，赞叹老婆大人。再来就是百老汇酒店的价格，不含早晚餐，这样住2晚是6000多而已，平均1晚3000元，在澳门来讲算便宜了。不过住宿品质只能说是一般而已。加上酒店位置较为偏远，需要长途跋涉，从百老汇来回一趟水晶大堂要半小时以上，比较适合一些行动还算方便的住客吧。那不论吃喝，单就机票跟住宿，一个人不到6000，只能说是便宜到没话讲了。加上很多服务都是免费的，例如到各地的免费接驳车，跟就算不玩也能享用的娱乐城免费餐饮，最后再加上登机证所赠送的额外礼品，这趟澳门之旅真的是非常值得来玩一趟。原本以为来澳门就是要来娱乐城挥霍一下，想不到带小朋友来也能玩到那么多。如果各位观众有计划带小朋友出国走走，这趟澳门之旅非常推荐给您来参考。那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比较快，一转眼3天就过去了。那就先坐接驳车到机场来准备返程回高雄。虽然是晚上9点左右的班机，但碍于澳门航空的美誉，还是提早先过来报到。只是这次起飞时间出乎意料，比准时还准时。那本集影片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加分享，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